陈雪，我知道你没有死，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你们演给我看的一场戏，目的就是让我顶替你的那1000万贷款，还要替你养你的老公和儿子。妈，航航最后20万的手术费我凑够了，你赶紧带航航去做手术。妹妹，5年前你因我而死，这辈子我哪怕当不做，也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孩子。20万，那个蠢女人真的把手术费转给我了。那正好，我们拿着这笔钱去合理，也能给小雪过一个完美的生日，咱们一家人啊团团圆圆。我操！真晦气！咱的臭乞丐啊，想碰瓷儿是吧？啊！打死你！碰瓷儿！来，起来看看啊！来，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车？是你这个肮脏的穷鬼能碰上去吗？啊！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我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是你活着！你放手！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？为了还你留下的贷款，我也毁了容，被打断了腿，我失去了我的一切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给我放手！他明明没有死，你们为什么要瞒我这么多年？为了还他欠下的贷款，我失去了我的一切。他凭什么没死啊？他凭什么？没错，我就是没死，而且还过得很滋润。你想知道真相是吧？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当年假死，就是为了要你替我还债，替我养孩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5年前那场车祸是我故意制造的，因为我贷了1000万，不想还，还要让你以为是你害死了我，顺便啊，再让我老婆装了一场病，这样你不仅要替我还债，还要替我养家养孩子，让你的心过不去啊，是不是啊？行行根本就没有白血病，你卖房、卖车、卖公司凑齐了那些手术费呀。我们都为了买豪车、买别墅了。对了，来，航航，快来谢谢你的短命鬼大姨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这样我才不要，他臭死了。妈，小雪，我是不是嫁人了？你怎么能这么？谁跟你是嫁人？你呀，不过是爸妈当年从孤儿院领回来的野种，把你带回来，就是你要死死，姐姐。我是被领养的。我救了你这条狗命，你替你妹妹还债，花钱给我们养老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的财产是你，亲情是你，你这个外来的野种，只配当我美丽人生的垫脚石。走吧，乖女儿，我们出国旅游，给你过生日去。不能走，
个垃圾的死。我的好姐姐，把心放稳。如果能重活一次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我这是2022年5月11，陈雪出车祸假死的那一天。我重生了，我重生到了5年前，我重生到了5年前。姐，小雪她出事儿了，你快来医院一趟吧。感谢老天让我重来一次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妹夫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女儿呀，带着那1000万，你藏好了吗？放心吧，等陈斌那个蠢货上当了，我马上拿钱走人。这1000万啊，就让我那个倒霉蛋的好姐姐卖血卖肾，慢慢还吧。哎呀，不愧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就是聪明。这样一来呀，我们也能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了，豪车、别墅，什么都有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就是得辛苦我的乖女儿多躺会儿了。晚一点啊，我和你爸还有立波去火葬场接你，我们一家去吃个团圆饭，聚聚晦气。行了，妈，你们2个先别母女情深了。我以共谋私，给他开了死亡证明。要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咱们都得坐牢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人发现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在这杯水里给他下了安眠药，足够让他睡大半天的。另外，老婆，等一下要委屈你了，我要给你打一针麻醉剂，这样那个贱人怎么都不会想到你是假死。还是我老公想得周到，事成之后，你可就是成功人士了。那老婆你不就是豪门贵妇了吗？老公，你要记得来火葬场接应我，可不要按我真手。我的傻老婆，火葬场那边我都已经打过招呼了，今天轮不到你，放心吧。姐，小雪她出事儿了，你快来医院一趟吧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个大的。喂，是永生殡仪馆吗？我要订一个 VIP 席位。没错，马上，立刻，加急。上一世，陈雪就是在今天去给我买药的路上出车祸而死。我到了医院，却莫名其妙的昏了过去。醒来就得知陈雪已经被火化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切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你们一家子害我背上巨额债务，毁容瘸腿，毁了我的人生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让你们所有人100倍偿还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怎么了？姐，你终于来了。妹子，小雪她怎么了？小雪她惦记你身体不好，听说林氏有卖特效药，就急着去买，结果路上她出了车祸。怎么会呢？我就是随口给他提了一嘴呀，他怎么这么傻呀？小雪她从小就跟你感情最好了，她总想着为你做些什么。昨天还好生生的一个人，今天
今天就……不会的，肯定是你们搞错了。小雪啊，你别跟姐姐开玩笑了，你跟姐姐说说话，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，说话呀！你给我站起来！你给我站起来！你别激动，小雪她真的已经……小雪她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明明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逛街，他怎么会这样离开呢？肯定是你们跟我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肯定是你们跟我开玩笑的。你别多想，小雪她真的已经死了。小雪，小雪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你怎么能让爸妈白骂人送黑骂人呢？你怎么能让豪豪心情这么好的一个妈妈呀？你怎么能让我心情这么好的一个姐妹呀？你给我说说话，你说话呀！姐，你就让小雪安心的去吧。你要是真不信的话，你看，这是医院给他开的死亡证明，你看。连死亡证明都敢伪造，陈雪，你还真是费尽心思。既然你这么着急死，那我就送你上路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节哀。喝杯水，冷静一下吧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喝了这杯水后莫名其妙的昏了过去。现在看来，问题就出在这杯水上。姐，你也别太内疚。虽然小雪是因你而死，但我相信她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怪你的。快喝呀！妹夫，对不起啊，我太伤心了，我给你擦擦。啊，我给你擦。这个贱人，老子的计划。哦，姐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妹夫，你这手是怎么了？哦，姐，我没事儿，没事的。装，继续装。不对呀，这好像是化疗才会留下的伤口。妹夫，你怎么了？你可不要吓姐姐啊！姐，实不相瞒，我有遗传性白血病，现在已经晚期了。医生这份职业，我也干不下去了。什么？而且，浩浩也遗传了我的白血病，手术费要50万呢。豪豪也得了白血病。姐，你放心，我就算一天打3份工，我也要把豪豪的病治好。我会用我最大的能力来孝敬爸妈和你的。妹夫，你千万别这么说。豪豪既然是小雪唯一的血脉，那就是我的亲儿子。手术费，我来想办法。姐，有你真好。小雪要是知道的话，她在九泉也能放心。我这就去筹钱。这就是真是个不折不扣。姐，怎么样？钱筹到了吗？啊，还得再等会儿。收器官的人马上就来。收器官？
手起官？什么意思啊？妹夫，小雪活着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，她最在乎的就是家人，为了家人，她做什么都愿意。啊？所以我决定把小雪的器官全都捐赠出去。不过你放心，被捐赠者我都联系好了，他们愿意给出补偿。他们说，1颗肾8万，1颗心脏15万，还有什么肝、脾、肺、胃、大肠、小肠都捐出去，绝对可以凑够这50万。你他妈脑子有？师姐，死者为大呀！再者说，这收器官他也犯法呀！你提供假死亡证明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犯法？不会呀，妹夫，这不是买卖，是捐赠。至于钱，是他们自愿赠予的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自己扛，绝对不会连累你们的。我得赶紧去催一下，趁着小雪的尸体还热乎，我得赶紧动刀子。姐，小雪，她其实没有。没有什么。姐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去打个电话。你别乱动，别乱动啊！就这点胆子，还敢跟我玩假死那套？你说是吧，我的好妹妹？喂，爸妈，你们快来吧！陈斌这个疯子说把小雪的器官给捐了，得好好凑手术费。捐赠者就在那儿，快！恩人，真是太感谢了！有了你妹妹的肾，我女儿就能恢复健康了。是啊，没错，这咱妈的心脏病啊也能痊愈了。哎，陈小姐，我们现在立马就把钱转给你。哎，我妹妹的器官呀是捐赠，不是买卖，那些也不是钱，是你们用来救助另一个病重家庭的善款，是在行善积德。是行善，是行善。哎，快，赶紧啊，趁新鲜！来，往这儿扎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！妹夫，你身为医生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人死后拖得越久，器官损伤的风险就越大。什么他妈风险？小雪从来都没说过自己要捐献器官。现在已经不是捐不捐的问题了，而是小雪的器官可以救航航的命。如果小雪在天有灵，她知道自己死后还可以救自己孩子一命，她肯定是会愿意。而且，小雪曾经跟我说过，她希望以后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造福社会。能，小雪她不可能说这种话。你自己看，这是小雪生前给我发的信息。依照法律，我们要遵循逝者生前的遗愿。肯定是假的！该死，怎么和原本的计划完全不一样了？不过，小雪的器官一定不能捐。各位，看来我妹夫是悲伤过度了，还希望你们能拦住他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撒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陈冰，你这是在杀人！放开我！杀什么人？小雪已经死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动手！都别动！都别动！啊！别动！别动！陈冰，别动！啊！别动！放开我！别动！住手！小雪，啊！你弄人干什么？爸妈，小雪，混账东西！
什么还死呀？小雪已经死了。小雪已经死了，你还不肯放过她？我一直把你当作偶像，你还想着给她怎么分尸？有你这样当姐的吗？对，我们养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，你真是禽兽都不如！妈，回答我妈！你有你这样狼心狗肺的女儿，我要报警把你抓起来，我要把你送进监狱！妈，是立波说航航得了白血病，要50万救命，我就想让小雪的遗体发挥最后的作用，来救航航的命，这样一举两得，不好吗？不行吗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滚！陈冰，航航是你的亲侄子，他的手术费必须你来出。我出？没错，我女儿是因你而死的，现在你又喊着把她分尸，要是不出这个钱，我们就跟你断绝关系。妈，你们别不要我，我出就是了。妈，爸，航航有救了。我已经把家里的老房子给卖掉了，钱马上就到账。你说什么？那房子在我们名下。爸，你忘了吗？那个老房子是我买给你们住的，只要我跟中介说一声，马上就能出手。我要你拿钱没叫你买房子，房子卖了，我们住呢。妈，现在人命关天，难道你们要眼睁睁看着航航病死吗？不是，我们……哎，爸，这样子，你们这几天先在桥洞里凑合几晚，过几天我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。什么？上住桥洞？你这个不孝女！妈，老婆妈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，老婆子？妈，这肯定是犯心脏病了，赶紧送急诊，快呀！小雪的钱一定不能卖啊！千万别动，千万别动啊！放心吧，钱都已经筹到了，我马上给航航交费。您车到楼下了是吗？上。两位辛苦了。我亲爱的妹妹，你说火化之后，你的骨灰跟石灰掺在一起，你丈夫和孩子能认得出来？还好你妈没事儿，吓死我了，真是虚惊一场啊！爸，这戏咱们还得演完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去接航航放学，等一下咱们一起去火葬场接小雪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车，那个贱人把小雪拉到火葬场去了。陈雪，我知道你没有死，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你们演给我看的一场戏，目的就是让我顶替你的那1000万贷款，还要替你养你的老公和儿子。可惜啊，你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我以前一直以为，只要我诚心相待，就可以得到家人的认可，所以爸妈的房子是我买的，你儿子的学费是我交的，就连你结婚的嫁妆也是我出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到头来换来的是你们的算计、殴打，甚至是杀人灭口。
既然你们这些白眼狼这么喜欢演戏，那么喜欢演装死，那我就好好陪你们演。火化炉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我还加钱给你办了加急呢，到了马上就能烧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要装啊？不过没关系，那个火化炉啊有几千度，进去马上就能干。师傅，麻烦开快点。没问题，大妹子，坐稳了。你个贱人，真把小雪给烧了，那就全完了。哎呀，这个死贱人不接我的电话怎么办啊？姐姐因为妹妹的死悲伤过度，没接到电话，这很正常。好戏现在正式开始。按这个速度排下去，恐怕还没送进火炉，陈家人就已经到了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各位，我妹妹死了好几天了，尸体马上就臭了，方不方便让她先烧啊？嗨，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家尸体臭，谁家尸体不臭啊？闭完你还想插队？怎么急着投胎去啊？这是我给各位逝者亲属准备的丧礼钱，现在方便我妹妹先烧了。方便。这是我妹妹的死亡证明。你跟我来吧。快点骂！师傅，我妹妹生前跟我关系最好了，我想亲手送她最后一程。好吧，绿色阀门是打开炉子，红色阀门是点火燃烧。一定要记住，红色阀门一旦拉下，火化可就没办法停止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妈，你快点儿！住手！妹夫，妈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小雪她说过，他不想火化。可是火葬是法律规定的呀！去他娘的狗屁规定！老娘的女儿，谁敢烧一个试试看？妈，你不要再胡闹了。小雪的尸体再放下去就腐烂了，你给她留点最后的体面吧。我不管，就算要烧，我自己领，我自己来。你们全都滚！滚！没错，小雪，她不想这么多人看着她被尸身裸体的被烧掉，你们都滚！我说你们闹够了没有？这是火葬场，不是你们家。
你们要是再妨碍我们工作，马上派人把你们拖出去。妈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外面还有那么多人在排队等着呢。我不给他们滚！快把他们拖出去！快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妈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就让小雪安心的走吧。你干什么？站住！站住！我的好妹妹，就让我来送你这最后一程。大孙子，今天接完你妈，你以后就是富家小少爷了。救救我女儿！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呢？你要小心形象吗？只有烧完才会形象。你们越拉火势越大，那烧的就越快。是你这个畜生杀了我女儿，把我女儿毙了！妈，你清醒一点，小雪已经死了，而且死亡证明可是妹夫亲手开的，难道还会有假吗？而且火化的开关可是您亲手拉下来的呀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给小雪办最风光的葬礼，请最好的乐队，买最好的棺材，住最贵的墓地，让她风风光光的走。航航，以后航航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一定好好培养他长大。来，航航，跪下，给你妈妈磕头，送终。妈妈，你不是说我才上学？但我说是妈妈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航航，什么钱？好，他乱说的，乱说的。贱人，你别想打岔！你刚才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经过我同意，你就把小雪拿到火葬场来，你这是蓄意谋杀！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谋杀呀？小雪明明是出车祸死的，死亡证明可是妹夫亲手开的。你是个杀天狼的蠢货！我女儿明明还活着，你为什么要给她开死亡证明？老头子，你冷静点儿！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小雪她没有死。我也不知道，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就是给他打了一针麻醉剂，他很快就能醒的呀。你们说什么呢？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啊！哎呀，我的女儿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是他活活烧死了小雪，他才是杀害小雪的凶手！你们看，他的手举起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脖子里面有声音！小雪，按理来说，尸体在被焚烧的时候是会有正常的肌肉反应，但不至于这么夸张啊！只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刚才被推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死。不会吧？真打活人
人推焚尸炉里烧了。你这个医生干什么吃的？死亡证明怎么能随便乱开？你这个家人真够蠢的，这人死没死都不知道。妹夫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小雪真的没有死吗？你这个庸医，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，小雪她被活活烧死了，被活活烧死了呀，妈！妈！钟礼部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我妹妹！我警告你，如果我妈为你记出个好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爸，你赶紧送妈去医院。你放心，小雪的后事我来处理。我一定会好好操办。胡律师，那件事就拜托你，我要让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这家人的真实。既然你们那么想要我的东西，给你们就是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得先收点利息。上辈子你走后，这笔贷款就没了下落，我还以为是被你弄丢了，没想到是被你藏在了老宅这儿。上辈子你拿着这笔钱逍遥快活，而我却被追债的毁了手，打断了腿，还白白养了你们这一家白眼狼整整5年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陈总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小文，再去帮我办件事。好的，陈总，我现在就去办。这可怎么办呀？上没办成，连小雪的命都搭进去了，这边怎么还报不了警？问题是小雪带来的1000万藏在哪儿，她也没告诉我，这不人财两空吗？爸妈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难过了，要债的马上就要找上门了，还不起的话，咱们都得完蛋。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把债务推到陈兵那个贱人身上。对，以前我们里应外合，必须让他来背这1000万的债。辛苦各位来送我女儿最后一程，可是我女儿她死的冤枉啊！都怪这你这个杀千刀的，他克死了我女儿，以后让我们娘老是怎么活呀？妈，这么多外人在，您说什么呢？就算小雪走了，我也可以给你和爸养老送终啊！养什么老送什么终？小雪死了，你朋友是白血病晚期，行行重病在身，又急需30万治疗费，你让我们娘老那怎么办呀？老婆子，这都是我们的命，是我们活该。爸妈，小雪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你们2老过上好日子，我又怎么舍得让你们受苦呢？好好的病，你们不用着急，我就算是卖血卖肾，我都会把好好治好的。哎呀，好继续啊！李哥。
爹，爹，不是大姨说你啊，你妹妹是因为你死的，那今后立波和航航的事儿你都得负责。是呀，小兵，俗话说长姐如母，就算小雪还活着，也该你出钱出力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这不太好吧？立波，你大姨二姨都说了，你已经没有工作能力了。他要是但凡有丁点良心，都不会看着自己亲侄子病死的。想道德绑架？行，那就如你们所愿。好，我答应。太好了，小兵啊，妈就知道你一定是个有担当的好姐姐。先转50万给立波，航航这病啊，可等不得。啊，对，现在就转，也算对得起你妹妹的在天之灵。 50万我可以给，妹夫一家我也可以养。那你自己说的，那就把这协议签了吧。上一世就是这份协议，让我背了一辈子的债务，人生尽毁。这一次，也该让你们好好尝尝自己种下的果。这份协议我可以签，但得加上一条：陈雪必须得是我的亲妹妹。是没必要吧？没事儿嘛，咱们就是走个流程，总不可能我真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吧？您说是吧？那等一下，我跟你爸商量一下。老陈呀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他万一要是发现自己是领养的野种，不肯拿钱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你不说我不说，有谁知道？是。爸妈，没时间了，要债的马上就要找上门来了，咱们得快点儿。哎呀，就这么办吧。姐，价一条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打一份新的。快签！那亲戚朋友们可都看到了啊！这合同签完了以后，小雪生前所有的债务可都落到陈斌头上了，跟我们可没关系了啊！陈雪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陈雪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陈雪，你们是谁？陈雪，叫他滚出来！今天他要是不还老子的钱，老子扒了他的皮！什么钱？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看我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陈雪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陈雪，陈雪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喊了。陈雪已经死了。什么？他死了？死了。给老子玩假死这一套。行，弟兄们，给老子打！够！每年躲老子账没有100有80，跟老子玩假死这一套，老子早他妈看腻了！都给老子看清楚！陈雪，你在老子的黑刀集团贷款1000万，连本带息1200万。什么？黑刀集团？听说借了他们钱不还的，不是断手断脚，就是剁碎了头浆。1000万，这陈雪她怎么敢？陈雪已经死了，这一仗可怎么办呢？你们说陈雪死了，那这钱就让他的爹妈
她的老公孩子来还。总之，谁继承了遗嘱，这钱就他妈谁还，都他妈听得懂吗？他那小雪的遗嘱，这些就给他了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少给我装傻！你可是刚刚签了协议的，这白纸黑字摆在这儿，小雪的钱就给你的。刀疤哥，她是小许的亲姐姐，刚才她认下所有的事情，你找她要就行。啊，对，你找她，别找我们。对，找她。爸妈，陈许欠了1000万的贷款，我签协议前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你们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就是你是吧？看清楚，这是你妹妹在我这的贷款合同，白纸黑字写的，你认不认？这上面确实有陈雪的签字画押，我当然认。只是……行，既然认就好了。我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，连本带息1300万。1300万，这才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怎么又多了100万啊？他妈的，老子的弟兄们不需要劳务费吗？啊，少他妈废话！告诉你，1个小时要是凑不出这1300万，先剁了你的4肢，再他妈把你扔江里喂鱼。可是我没钱。没钱？你他妈耍老子是不是？还还是不还？我真的没钱。没钱？好，弟兄们，把这娘们的衣服给我扒了，我他妈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钱啊！对的，我记得这份协议上写的是需要我帮我妹妹的孩子治病，这债怎么落也落不到我头上啊！谁说的？你自己看看，这可是你刚签的，今天这钱你必须还。爸，你怎么能逼我签这种协议呢？我也是你的女儿啊！你还知道是我们的女儿啊？啊！你既然签了这份血亲协议，你就赶紧还人刀疤哥的钱，别连累我们。刀疤哥，这回您真能找他要了。妹子，看来你今天是躲不掉，赶紧的，这钱你他妈不还也得还。这可不一定啊！这份协议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，只有陈雪是我的亲妹妹才会生效。可如果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你这个不孝女，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为了躲债，你居然连自己爹妈都不认，你活该天打雷劈！陈冰，我知道你向来性格胆小、懦弱又自私，但我没想到你居然懦弱到这种地步！大家好好看一看，这是我老婆的亲姐姐，一条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对，白眼狼，白眼狼！他这人干嘛还干这事？我尼玛！哼！老子告诉你，老子他妈生平最恨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砍死你这杂碎！这真的，老子还真是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。德纳大哥，你先看看这个再说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你这么淡定。哎，别乱动，看看就行了。什么？领养书？小编是领养来的，不是亲生的。没错，我是陈家领养来的，所以我特意在这份协议上加了一条：只有陈雪是我的亲妹妹，这条协议才会生效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是陈雪遗产的继承人，更不是她债务的继承人。大家，你们别听这个白眼狼瞎说，他这个领养证是伪造的，他呀就是想抛下他的父母。
我们生你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狠心到连自己爹妈都不认吗？真是演了一出好戏呀，可惜对我没用。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当年孤儿院的院长和警察同志都请过来，到时候自然就知道是真是假。你怎么？你们不敢啊？让陈雪假死，自己盘算着自己逍遥快乐，让我背上那1000万的债务，还要替她养她的老公和孩子。陈德强、刘梅，你们扪心自问，真的有她我当成你们的女儿吗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，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。你们密谋算计我，还不让我说话了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养了这么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，真是要把他爹娘逼死啊！我们辛辛苦苦把你抚养长大成人，没想到你居然掉进了钱眼里，擅自主张把你妹妹遗体给火化了不说，你居然连你爹妈都不认！哎呀，小兵啊，尽管他们不是你的生身父母，可是这么久了养你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不仅不报恩，还反过来诬陷他们，可太缺德了！缺德？那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，到底是谁缺德。小雪带来的1000万藏在哪儿也没告诉你，现在到我之前，我们是把债务推到陈兵那个贱人身上。陈德强，你居然真的让小雪假死，要许小兵一辈子刑吗？假的，这个视频一定是假的。对，这肯定是 P 的。现在网络上造假的视频可多了去了。无论你是说的对，还是在造谣、诽谤？诽谤是吧？那不如我们报警吧，让警察来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快去！哥，磨磨蹭蹭的演给谁看呢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可不会相信听你们一家族的吵架，要你的钱，要动手断脚，算什么呢？不，八哥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他害死我老婆，这钱肯定要他来还的。臭娘们儿，我可不管你是不是他们亲生的，谁能还老子钱，老子就找谁。我劝你最好把钱还，否则万不话是罪话。陈兵，你还不赶紧把钱拿出来，免得变成残废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个债逃不掉的。好一个冤有头债有主！那依我看，这个债应该让陈雪来还。我看你真的是疯了，小雪都被你烧死了，还上哪儿去找？是吗？那我就找给你们看。小雪，老婆，小雪居然活着！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看着她的尸体被火化了呀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她都已经死了，你还想对她的遗体做什么？还装是吧？给你2刀，我看你还装不装？你怎么着急了？你有话好好说不行吗？女儿，你是
个人吗？那地下还有影子呢。陈德强，你大老远把我们招来是为了给你培育演戏吗？我还包了大几百人造你钱了，你还钱了！还钱！各位亲戚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你赶紧还钱，不然就报警告你欺诈。这里面肯定有蹊跷。小雪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嘛？陈斌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实话。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女儿没死，你不开心吗？好，你们一家还真是给我演了一出精彩的好戏。你，陈雪，既然你没死，就赶紧给我还钱，否则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我不是陈雪，你认错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操你妈！你他妈把老子当傻子了是吧？我就不是陈雪，陈雪已经是个销户的死人了，都有死亡证明。你不信，去网上查呀。没错，陈雪现在已经不在户口本上了，你要债也不能找她呀。没错，她不是我女儿，我女儿已经死了，她是冒充的。我说你们一家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还真是强啊！奥斯卡金像奖不颁给你们还真是可惜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，这根本就不是我女儿。对，我压根儿不认识什么叫陈雪的人，我是被他绑来的。哎，我还有啥？给我把那个奸人抓住！大哥，我根本就不是陈雪，你要钱，你找他解药去啊你！行了，别装，我根本没把你推进公司。你少在这里满口扯谎，我可是亲眼看着你把人烧掉的。我就是插了个队，把别人的遗体推进去了而已。你们别忘了，你们给他注射的可是麻药，他身体还热乎着呢，我怎么可能把活人推进公司呀？发出的动静又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一个道具而已，没想到你这么好骗。我可是救了你，你是不是得好好感谢我呀，我的好妹妹？你是不是得好好感谢我呀，我的好妹妹？妈了个巴子，就他妈你把老子当猴耍是吧？好，今天老子高低得给你点颜色看看，把他给我摁住了。今天先他妈废他一条手！放开！老子再给你最后一次，是不是陈雪？说！我是陈雪。哇塞，这女生，老子见多了。给你10分钟，给老子凑齐1400万，否则别怪老子心狠手辣。怎么又变成1400万了？少他妈废话！再他妈不还钱，杀你全家！还！我还！姐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，姐！我不想被人看到手脚，姐！别！我可不配做你的姐姐。陈斌，你就这么狠心看着你妹妹受苦吗？她可是从小就崇拜你这个姐姐呀！哎，我想了一下，你们说的有点道理，我确实可以帮你。真的？当然了，如果连这点小忙都不帮，岂不是显得我太不近人情了？太好了，小兵啊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家人。小雪，来给你姐姐谢谢，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姐，那你就快安排吧啊！喂，刘医生，是这样的，
我妹妹要截肢，我提前给您预约一下。对，就是今天。截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放心吧，妹妹，我给你安排的可是最好的外科医生。等一会儿刀疤哥他们把你手脚砍断以后，立马就给你止血，保证死不了。刀疤哥，我妹妹怕疼，等会儿兄弟们动手的时候呀，麻烦力气大一点，刀砍得快一点，这样他就没那么疼。好，妹子，你很符合哥的口味。有没有兴趣啊？来我黑道集团，我让你当总经理。感谢刀疤哥的抬爱，咱们还是把友谊的事情先解决。陈斌，我要你拿钱救你妹妹，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还钱？你们不是说让我帮个忙吗？我这不是帮了吗？这个医生可是很贵很难找的，不可能挂。都他妈还不上钱是吗？好，那我今天先废他一条手。还想跟老子耍招是吧？老子可没有耐心陪你玩。大白哥，我这次真的没有骗你，我带了1000万，我都放在那里了。我这在这里拿，不要下去给你拿。是1400。好，剩下400万，我一定会重新给你的。不行，整个江城都是老子的。要是再敢耍大招，信不信老子让你生不如死？带路。等一下，我坐你的车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，重大犯罪。陈明，你个死贱货，当时怎么说我们的？谁知道呀？我们明明演得那么好。他不是在家里装了个监控吗？可能那个时候就知道。灵儿啊，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爸，放心，我有的是办法玩死这个死贱货。既然他敢骗我，那得付出代价。没错，到时候咱们再把他的钱全部给他卷走。再让他听见他将你淹死，因为这几天在你罪恶。你说钱就在这个家。是。你最好说的是真话，不然有你好受。放心吧，大八哥，绝对没问题。我说陈雪，你把钱藏在这种地方，就不怕被偷啊？偷？我看你是羡慕我的高智商吧？让我。可是要讲证据的，否则我可以告你诬陷。一定就是你偷的，不然你不可能在门口的时候对我说出那种话。我说什么了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贱人，把钱还我！老婆，
钱是你自己借的，我也只是你们陈家领养的，这一切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这个美女说的有道理，她今天要走，我绝不拦着。可至于你们，老子动手打！都放狗，都放狗！大哥，别了！求求你们了，别打了！住手！干嘛？老头，陈雪打算还债。我爸的退休金，再加上老房子，该能够还你这些钱了。爸，你不是还有退休金吗？还有2套老房子。够了吧？你不是还有几个老同学，不是当了大官吗？你倒是救救他们呀！我可不想被砍到手脚。爸！这个消息，爸爸。爸！哎呀，老陈呀，咱们就这一个女儿，要是不帮她，这辈子就完了。我们以后再想办法让她还。爸，我陈德强打陈家这半辈子，就留下了这一个。我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得还上。这女人得花几钱？等等，陈德强，你先看看这个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只是想告诉他一个真相。陈德强，怎么了这是？没怎么，我只是告诉他，你年轻的时候给他戴了顶绿帽子，而且这个绿帽子到现在都没有摘下来。你说什么？刘梅呀，刘梅，这几十年我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出轨啊？不是的，老头子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啊？证据都摆在这儿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个贱人，为了挑拨我们的关系，做了假证，你千万别相信他。我可没有兴趣做什么假证，是真是假，医院求证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我说陈雪出生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我，上学的时候成绩也是倒数，一点也没遗传我的智商。是这个呀，刘梅呀，你这几十年，你把我骗得好苦。德强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爸，你听我说吧。闭嘴！我是不会为你这个野种去还账的，自求多福吧。爸，立波，你帮帮我吧。浩还小，你难道忍心看他过没有妈妈的日子吗？立波，是啊，立波。你是好好的亲生爸爸，就算为了孩子，你也得替小雪还债呀。李波，那我从其他地方挪点钱过来吧。卓立波，你确定要对别人的孩子负责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字面意思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是我亲生的。是啊，李波。看一下你的手机吧，有惊喜。李波，我知道，我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李波，你千万不能，千万不能，李波，李波。这他妈就是你说的一心一意。这上面是你和其他男人吃饭、约会、开房的所有记录，还有亲子鉴定报告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跟这个老东西是这么一个货色！李波，李波，我今天非得打死你！李波，当了几10年的绿毛龟，今天要一雪前耻！
债务与我们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想走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老子要是见不着钱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走！老子动手打！你们找他要钱，找他要！要命啊！警察同志，我就是报警人，他们一家的犯罪证据都在这里。谢谢，这对我们破案大有帮助。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，走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一切的后果都是